你有没有收拾过纸箱？不是搬新家那种兴高采烈的收拾，是那种蹲在地上，把曾经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一件一件放进去，封箱胶带拉开的声音特别响，像某种告别仪式，但没有人来送你。工位上用了3年的马克杯，杯底有一圈洗不掉的茶渍，租来的房子钥匙，钥匙扣是当初房东多给你配的那把，你一直没还。一段关系里最后一张合照，你的拇指在删除和取消之间停了3秒，3秒之后手指头是麻的，心脏好像被人从外面轻轻按了一下，不痛就是闷。被清零的人都长着一种相同的表情，不哭，眼睛干干的，嘴巴抿成一条线，好像哭出来这件事就成真了。你跟朋友说还好，跟家里人说没事，跟镜子里的自己说重新来过呗。但等你真的一个人回到那个空了一半的房间，坐在地板上，忽然发现重新来过4个字你说得出口，第一步往哪迈你想不出来。我今天不打算给你讲那些跌倒了站起来的话，太轻了，轻到拖不住你现在坐着的那片地板。我想跟你聊另一件事，如果生命真有一个删除键，按下它的那只手到底在干什么？这个问题可能你从来没想过，也可能你想过，但你得到的答案永远是这是考验，或者一切都会过去的。这2句话听多了，你不是被安慰了，是被堵住了。因为你真正想问的不是会不会过去，你想问的是凭什么是我？这支视频不会回避这个问题，但我也没打算在开头就给你一个干干净净的答案。因为如果真有那种1句话就能治好你的答案，你早就好了，你也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开这个视频。所以我只请你做一件事，看完40分钟，你再决定要不要相信我接下来说的东西。中间可能有1-2句话会刚好碰到你正在疼的那个位置，如果碰到了，这个视频就没白来；如果没碰到，至少你没损失什么，就当陪我聊了一会儿天。先说清零这件事到底可怕在哪里？可怕的从来不是失去，失去你能接受，人活一辈子，谁没丢过东西？可怕的是那个零，它意味着你从某个星期一开始，身上所有的积累、标签和熟悉感，一夜之间全部蒸发。你不再是某某公司的谁，不再是谁的另一半，不再是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的那个人，你就只剩下你自己了。而只剩下自己，恰恰是大部分人最害怕的。因为我们花了太多年，用职位、关系、头衔和存款数字，把自己里3层外3层的裹起来。那些东西不光是附属品，它们是铠甲，是你走进任何一个房间时让你觉得我够格站在这里的理由。一旦这些东西被一夜剥掉，你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空旷的没有回声的地方，风刮过来，你什么都没穿。有一份2025年的职业转型调研数据说了一个数字，35岁以上的职场人中，超过40%在过去2年里经历过至少1次非自愿的身份重置、被裁、离婚、重大健康警报，或者赖以生存的整条赛道忽然塌了。40%，你身边每10个脸上挂着还好的成年人里，有4个人正在经历或刚刚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清零。他们没说，你也没说，每个人都在假装自己的铠甲还穿在身上。圣经里有个人被清零的方式比你我任何人都更彻底，而最让人喘不过气的地方在于，他什么错都没犯。他叫约伯，这个名字你大概听过，但我想让你停下来，真正去看一看他经历的那场删除到底有多暴力。不是慢慢磨损，不是一点一点退潮，是同一天之内所有东西同时消失，像有人打开了你人生的文件夹，全选永久删除，连回收站都不给你留。约伯记第1章从第13节往下读，你会看到4个报信的人一个接一个冲过来。第一个说牛和驴被人抢了，仆人被杀了，话还没说完，第2个来了，天上降了火，烧了所有的羊和看羊的人。第2个话还没说完，第3个来了，骆驼被掳走了，仆人又死了。第3个话没说完，第4个到了。第4个报信人带来的是，你的儿女们正在一起吃饭，风来了，房子塌了，全部。一个人站在原地，面前是4个上气不接下气的人，4波噩耗像连环追尾一样叠着撞过来。他还没来得及消化第1条，
最后一条就到了。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节奏？不一定有这么惨烈，但那个结构是一样的。坏消息不是排着队来的，是扎堆来的。工作出事的那个月，体检报告也亮了灯。刚分手的那周，房东来通知不续租了。或者其实什么大事都没发生，只是连续很多个小的不顺叠加在一起，叠到某一秒，你忽然坐在出租屋的床沿上，觉得整个世界对你按了暂停键，而你被甩出了画面。约伯的妻子在那个时候说了一句话，约伯记第2章第9节，他说：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上帝，死了吧。我头一回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不是觉得他狠，是觉得他真。这不是一个恶人在落井下石，这是另一个被同时亲临的人说出了他能说出的最诚实的崩溃。他的孩子也全没了，他的生活也全碎了。他不是在劝约伯放弃信仰，他是自己先扛不住了。而约伯的回应，你如果仔细去读，也不是那种昂首挺胸的豪迈宣言。约伯记第1章第21节，他说的是：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但你千万别把这句话想象成一个语气平稳、气定神闲的人在对镜头做分享。这句话是一个浑身发抖、蹲在瓦砾中间的人从牙关紧咬的嘴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推的。他选择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他想通了，是他决定在完全想不通的情况下依然不松口，这才是信的重量。搞明白了之后说我信，那叫总结；什么都没搞明白还是说我信，那才叫信。你注意到约伯紧接着做了什么吗？他撕裂外袍，剃了头。这2个动作在那个年代是一个人能做出的最极致的哀痛表达。换成今天的画面，就是你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，窗帘拉死，灯全关掉，脸埋在枕头里，让眼泪从太阳穴流到耳朵里面。他没有假装自己 OK， 他让悲伤完完整整地穿过了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他匍匐在地。注意这个顺序，他不是先站稳了，情绪调节好了，拿出我能行的架势之后才来到上帝面前的。他是先碎掉了，彻底的碎掉了，然后在碎成渣的状态下把脸贴在泥土上。这个画面我想让你刻进脑子里，因为它推翻了一个很多人深信不疑的谎：崩溃和信心不能同时存在。谁定的规矩？谁说你得先把眼泪擦干，情绪收好，语气镇定了才有资格开口？谁说你得穿戴整齐，面带微笑，拿出一副我扛得住的模样，才配跟上帝说话？约伯用他整个人告诉你一件相反的事：你可以碎着来，可以一边流泪一边相信，可以在完全不理解到底怎么了的时候，拿你仅剩的最后那点力气，说出那一句：他的名当被称颂。碎了不丢人，从来不丢人。丢人的是有人逼你假装完好，而上帝从头到尾没逼过你。但我这里要说一句你可能不太想听的话：约伯之后的人生不是很快就好了的。他坐在炉灰中间，用碎瓦片刮自己长满毒疮的身体。他的3个朋友赶来了，但带来的不是安慰，是审判。你肯定做了什么，不然怎么会是你？他们越分析越讲理，约伯越被刺穿。从约伯记第3章到第37章，整整35章的篇幅，记录的全是争论、控诉、质问和那种让人窒息的拉锯。35章，如果约伯的人生是一部电影，这一段不是蒙太奇，不是3分钟快进配个振奋人心的背景音乐，这是一帧一帧的没有旁白的灰蒙蒙的中场，这才是清零最真实的部分。它不是一条利落的 V 型反弹线，它有一段漫长的说不出名字的中间地带。你可能正站在这片中间地带里，第一波冲击已经过了，你不再像刚出事那几天那样彻夜难眠了，但恢复还遥遥无期。每天醒来不是充满希望，也不是完全绝望，就是空，一种灰色的形容不出的空。外面下雨了，你没什么反应，放晴了也一样。有人约你出去吃饭，你去了，
筷子夹着菜的时候脑子是空白的，饭吃到一半忘了自己点的什么，回家的路上经过一段没有路灯的路，你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，不是想起了什么，就是忽然没有力气往前走了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又走了。那个站在路边的你和3000年前坐在灰堆里的约伯，隔着一整个文明的距离，但呼吸的频率是同一种。我写到这里，有一件事想让你看清楚。约伯记从第3章到第37章，上帝一个字都没有说。35章的挣扎、叫喊、朋友的定罪、约伯的反驳、翻来覆去的为什么，上帝全程没有开口。但沉默和缺席是两码事。一个妈妈坐在发烧孩子的床边，一整夜什么都不说，但她的手一直放在孩子的额头上，她哪儿都没去。孩子翻了个身，她跟着调整了手的位置，就这样一直到天亮。上帝在约伯那最暗的35章里做的事，跟那个妈妈做的事是一样的。他不说话，但他一步没动过。那堆炉灰旁边始终有一把你看不见的椅子，有人一直坐在那里。你今天点开这支视频，可能正在你人生的某个第3章和第37章之间。最初的震荡已经过了，但答案还没有来。每天睁开眼，不是期待，只是惯性。你不需要现在就想通，不需要今天就有方向，不需要在看完这支视频之后忽然变得振奋和积极。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，在你什么都看不见的那些夜里，有双眼睛一直看得见你。别急着把自己拼回去，先碎着也行。这个视频还长，我陪你。接下来我要讲一件更让人意外的事。不是所有的清零都是意外，有些清零是被安排的。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手上攥着的东西太多了，多到你已经分不清楚你依靠的到底是那些东西本身，还是那个给你那些东西的人。这个故事来自一个叫基甸的人，他手上有32000个兵，32000人站在山下，盔甲擦得很亮，刀磨过了，粮食也带够了。基甸站在前面，面对的敌军是米甸人。圣经里用了一个说法，说他们和骆驼一起铺满了山谷，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。换成今天的话说，就是你看了一眼对手的规模，胃开始往下沉。但至少你这边有32000人，不算多，但凑合能打。你可以做个作战方案，排个阵型，怎么着也有个底。然后上帝开口了，士师记第7章第2节，他说的是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你站在一个10:1的劣势里，你那点家底已经薄得像纸片了。而上帝看了一眼你手里攥着的东西，说的是太多了。第一轮筛选，害怕的可以回家，一下走了22000人，剩1万。你想想基甸的心里，他从32000开始就没什么底气了，现在眼睁睁看着2/3的人转身走掉，那种感觉不是壮士断腕，是断了腕之后发现刀也丢了。但上帝说还是多了。第2轮筛选，到水边去喝水，手捧着水，舔的留下，趴下去喝的全走，最后剩了300人。从32000到300，上帝不是在做减法，他是在做清零，是把你自以为可以依靠的东西，人数、经验、安全感、退路，一层一层的撕走，直到你站在原地，浑身上下除了一双手和一个呼吸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然后他说够了，就用这300人。这段故事你可能第一反应是上帝真酷，或者信心的功课。但如果你愿意把自己放进基甸的鞋子里，脚后跟踩在那个沙地上，感受一下它的温度，你会发现那个时刻一点都不酷，那个时刻是恐惧。所有你曾经觉得有了这个我就不怕的东西，全被收走了。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阶段？不是一次性的突发崩盘，是一样一样的被拿走。先是最外面那层，朋友圈子缩水了，能说话的人越来越少。然后是中间那层，银行卡里的数字开始让你焦虑，曾经用来证明自己还行的东西不灵了。再然后是最里面那层，你发现连支撑你情绪的那个人，那段关系，那个至少我还有这个的东西也开始松动了。你越抓越紧，它越往外滑，到最后手心是空的，
指甲缝里全是掐出来的红痕。你想质问谁？质问生活，生活不听；质问自己，你已经质问到半夜3点了，睡不着；质问上帝，你不敢，或者你敢，但你觉得质问了也没用，因为他好像什么都不回答。基甸也是这样，他被清零的时候不是主动请缨的英雄，他是一个躲在酒榨里偷偷打麦子的年轻人。为什么躲在酒榨里？因为怕被敌人发现。上帝找到他的时候，这个人正在恐惧的最低谷里做着最卑微的事，而上帝走过来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士师记第6章第12节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你蹲在酒榨里，浑身都是麦糠和汗渍，你的手在抖，你的背后是整个民族的溃败，你什么都不敢，什么都不是。而他走过来叫你大能的勇士，他给你一个你身上完全看不出来的名字，一个跟你此刻的样子完全不匹配的称呼。他不是在描述你现在的状态，他是在说出你还没有活出来的那个版本。这件事让我后背发凉的地方在于，上帝从来不从你已有的东西里定义你，他从你还没有的东西里认出你。但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环节。基甸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没有起身拔刀慷慨激昂地说我去，他回了一句非常真实的话。第13节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于遭遇这一切呢？翻译一下，你说你在，那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副鬼样子？这不是不信，这是每一个正在痛里的人最本能的追问。如果你在，为什么我失业了？如果你在，为什么那段关系断了？如果你在，为什么我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像一台被拔了电源的机器，还得假装在运转？上帝没有责怪他的追问，他也没有回答为什么，他只说了一句话。第14节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不解释，不辩论，不给你一个5页纸的分析报告，他只告诉你一件事，是我叫你去的，这就够了。你以为你需要的是一个完美的规划，一个写满时间节点和执行步骤的路线图，一个让你在出发之前就能100%确定终点的导航。但他给你的不是地图，他给你的是一句话，去，我打发了你，路上见。这是一种让人抓狂的信任方式，因为他要求你在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先迈脚，先迈脚再看路，而不是先看清路再决定迈不迈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也做不好，很多时候我也站在原地等着前面的雾散开，等到腿发麻了，雾还在那儿。然后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雾不是散开的，雾是走着走着就穿过了的。你原地站着，它永远是雾；你开始走了，每走一步它就退一步。不是它怕你，是它本来就只存在于你停下来的那个位置。基甸最终带着那300个人出发了，没有铠甲，没有冲锋，每人手里拿的是一个空罐子和一把火把，火把是藏在罐子里面的。你猜他们打仗的方式是什么？打碎罐子，罐子碎的那一瞬间，火光从里面蹦出来，300个人同时打碎300个罐子，整座山谷一瞬间亮如白昼。米甸的军队什么都没被砍到，自己先慌了，互相砍了起来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打碎罐子的细节？因为太多人的人生正卡在罐子还没碎的阶段。那个罐子是什么？是你包裹自己的一切，你的人设，你的计划，你用来遮住脆弱的硬壳，你跟所有人说的那句我很好，它结实完整，把你保护得严严实实。但问题是，火在里面，你知道自己心里有东西在烧着，那团火不是上帝忘了的，是他亲手放进去的。但只要你的罐子不碎，谁都看不见那团火，包括你自己。清零有时候就是上帝在打碎你的罐子，他不是在毁灭你，他是在让你里面的那团火终于有机会被看见。包装是生存，拆掉包装才是生活。罐子完好无损是安全，罐子碎了一地才是出发。你以为碎掉是结束，他说碎掉是信号，火该出来了。写到这里我要停一下，说点题外话。前面讲了约伯是一个什么都没做错但被全面清零的故事，刚才讲基甸是一个被刻意削减到几乎什么都不剩的故事。这两个故事，一个是横祸，一个是被拣选，角度完全不同，但撞在同一个点上。清零的反面从来不是拥有更多，
清零的反面是你终于搞清楚自己真正站在什么上面。你这辈子站过很多东西上面，站在学历上面，站在收入上面，站在别人对你的看法上面，站在我是谁的另一半上面，站在我在这家公司做了多少年上面。这些东西你以为是地基，其实是高跷，它们让你看起来很高，但一阵风过来你就晃了。当这些高跷被一根一根抽掉，你才有机会发现脚底下还有一层东西，一层你从来没注意过的东西。不是因为它太小，是因为它一直在那里，你从来不需要去找。那层东西叫什么？我说不出一个漂亮的词来形容它。它不是勇气，勇气是后来才有的。它也不是乐观，乐观需要理由。它更像是一种你解释不了的，让你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没有彻底倒下去的东西。你问约伯怎么在灰堆里还能开口说出那句话，他也不知道，他就是说了。你问基甸怎么敢拿着300个空罐子去面对整个山谷的敌军，他也解释不了，他就是去了。那个就是说了和就是去了的力量不来自他们自己，他们很清楚这一点。好，现在我要把话头拐到你身上了。如果你现在正被清零，工作没了，关系崩了，身体发出警告，或者什么都没发生，但你就是每天在原地转圈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不是你感觉怎样，不问这个，因为你的感觉你自己比谁都清楚，不需要我来帮你标注。我想问的是，在这些东西一样一样被拿走之后，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你依然是你？可能就是一闪而过的，可能是你失业之后第一次给自己做饭，鸡蛋打到碗里的那一下，可能是你在搬东西的时候忽然笑了一下，因为箱子里翻出一件你以为早就扔了的旧卫衣，可能是某天夜里2点钟你醒了，窗帘没拉好，月光正好打在天花板上，你盯着那片光看了很久，忽然觉得活着这件事本身比你以为的更结实。那个瞬间就是你的火，它一直在，只是罐子包着，你看不见。现在罐子碎了，光出来了。圣经里有一节经文不在我之前用过的那些书卷里，哈巴谷书。这本书太短了，短到大部分人翻圣经的时候都会跳过去。但第3章第17到18节，先知哈巴谷写下了一段在我看来整本圣经里最狠的信心宣告。他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上帝喜乐。你注意他的措辞了吗？他不是说如果这些东西没了，我依然相信。他是说这些东西已经没了，没了，全没了。树不结果，田不出粮，牲畜死光了。在他们那个年代，这等于一个人的全部资产、全部收入来源、全部生存依靠，全部归零。然后他说，然而，这个然而是整段话里最重的2个字。它是一个人在完全清空的手心上重新打开手指的动作，不是因为他有了新的东西要接，而是因为他决定哪怕2手空空，他的手心也朝上。手心朝上，这是投降吗？不，投降是被逼的，这是自己选的，是你在废墟上做的一个主动的带着意志力的姿势。我不攥了，我摊开，你要放什么进来就放，不放也行，但我不再攥着已经没了的东西不松手了。这一期的名字叫上帝的删除键不是句号。删除了什么？你的罐子，你的高跷，你的32000人。你以为那些是你的故事本身，但它们只是你故事的道具。道具被清了，故事还在。句号意味着结束，但删除键后面跟的不是句号，是光标在闪，一下一下一下，它在等你，等你重新敲下第1个字。你不用现在就敲，光标会一直闪，它不催你，但它在。接下来我要讲第3个故事，一个关于在最不可能的地方重新长出东西来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不是花园，不是应许之地，是一片枯骨遍地的山谷。那画面可能比你现在的处境还要绝望，但恰恰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件连讲述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。故事的主角叫以西结，是个先知，
但他不是那种站在高处风光体面的先知，他是一个被掳到巴比伦的亡国之人。他的祖国没了，圣殿被烧了，他周围的人全是流亡者，住在异乡的河边，每天干的最多的事就是回忆过去，然后发现过去也回不去了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上帝带他去了一个地方。以西结书第37章第1节说，耶和华的灵把他带到一个平原上，那个平原上没有草，没有树，没有水，什么活的东西都没有，满地都是骨头，干透了的骨头。经文用了一个细节，甚多，并且极其枯干。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不是刚打完仗的战场，战场上至少还有血的温度，这是一个彻底结束了的地方。骨头已经干了，意味着死亡发生了很久很久了，肉体腐烂了，风化了，只剩下这些白骨安安静静地散落在日头底下。没有任何一个角度能从这片平原上看出这里还能发生什么。如果你拿无人机从空中往下拍，这就是一篇结论，一个已经写完了的句子，后面打上了一个又大又沉的句号。然后上帝问了以西结一个问题，第3节，人子啊，这些骨头能复活吗？这个问题太狠了，你细品一下。他不是问你觉得我能不能让他们复活，那是考你的信心。他问的是这些骨头能复活吗？他是把你按在那片枯骨面前，逼你直视现实，然后问你的直觉。你的直觉会说什么？你站在一段已经死掉的关系面前，你的直觉说他能活过来吗？你蹲在一份被撕碎的事业残骸旁边，你的直觉说这堆灰里还能长出东西吗？你看着镜子里那张连表情都快挂不住的脸，你的直觉说这个人还能重新发光吗？你的直觉说不能。以西结也没说能，他给了一个非常诚实的回答。第3节后半句，主耶和华啊，你是知道的。翻译一下就是我不知道，但你知道。这句话是整段故事里最聪明的回答。他没有硬撑面子说当然能，我相信，那是表演。他也没有直接说不可能，那是放弃。他选了第3条路，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权交还给提问者。你答不上来的题，不代表没有答案，只代表这道题不归你答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整本圣经里最荒谬的一个指令。上帝没有自己动手，他没有从天上降一道光下来，把枯骨瞬间复原。他对以西结说的是，你去对这些骨头说预言，你去，你开口，你对着一堆死了的东西张嘴说话。你能想象那个画面有多荒唐吗？一个人站在一片枯骨中间，风吹过来全是灰，他满嘴沙子，对着地上那些不可能听见任何声音的白骨开口说话。周围没有观众，没有人拍手，没有人说加油，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在空旷的平原上飘出去，然后被风吹散。如果有人路过，一定会觉得这个人疯了。但就在他开口的那一刻，经文第7节说，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枯骨开始动了，先是骨头归位，然后筋长上去，然后肉长上去，然后皮包上去，一具一具的身体从地上站了起来。一整片平原上原来是死亡的展览厅，现在站满了人。这个画面从一个疯子对着骨头喊话到一支军队从坟墓里站起来，中间只隔了一件事，他开口了。我想在这里按个暂停，因为这个细节太容易被当成一个信心的神话划过去了。停下来想一想，你真的看清楚上帝在这件事里做了什么吗？他没有越过以西结直接行动，他等以西结开口，他把整件事最关键的启动按钮交给了一个浑身发抖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信心这个东西，它不是安静的，它不是你心里暗暗想一想就算数了。信心是一个动词，它需要声音，它需要你在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做出一个有声的动作，不是想通了才说出来，是说出来的那一刻，通道才打开。你有多久没对自己的处境开口说话了？不是在心里转圈式的焦虑，是真正的出声的，哪怕对着空气说出那句你一直压着没敢说的话，我的人生还没完。你可能觉得这句话说出来很傻，像对着镜子喊口号，但以西结对着枯骨说话的时候比你更傻。
他面对的是一堆连耳朵都没有的东西，他喊了，然后那些东西站了起来。你面对的至少是你自己的人生，你的人生还长着耳朵呢，他听得见你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拐回来，把3个故事串一下：约伯、基甸、以西结面前的枯骨，3个完全不同的人，3种完全不同的清零方式。约伯是横祸，1天之内全没了；基甸是被削减，上帝亲手把他手里的筹码一张一张抽走。枯骨山谷是终局，不是正在失去，是已经彻底失去了很久很久了。但他们的底层逻辑指向同一个地方，清零从来都不是故事的结局，它是某种东西的入口。约伯在灰堆里浮浮，后来上帝亲自对他说话了。约伯记第42章第5节，约伯说了一句让我每次读到都喉咙发紧的话：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从前是听说的、二手的、别人转述的、书上写的，现在是亲眼看见的，第一手的，我自己的。他是在什么时候亲眼看见的？不是在他家产万贯、儿女满堂的时候，是在灰堆里，是在所有东西都没了之后，他失去了一切，然后看见了他之前从未真正看见过的。绕回来是生存，穿过去才是生活。炉灰是生存，在炉灰里亲眼看见，那才是活着。基甸呢？他带着300个人和300个空罐子，打碎了整个米甸军队的阵型。他赢了，但他赢的方式不是任何军事学院会教的。他赢的方式是空手赤裸毫无依仗的把自己交出去，然后发现原来他里面的那团火比外面的32000人更管用。枯骨山谷呢？一句话，只需要一句话。一个人在无人的旷野里，对着不可能的局面开口说出了不合逻辑的话，然后不可能的事发生了。3个故事加在一起，告诉你一个很反常识的事：人生被清零的时候，你丢掉的是道具，不是剧本。道具是什么？工位、头衔、银行卡余额，那段关系的微信聊天记录，你住了3年的房子的门把手手感，你习惯去的那家早餐店老板娘对你说老样子，这些是道具，它们让你的日子有质感，有锚点，有我在这儿的实感。它们很好，失去它们真的很疼。我不打算假装这种疼不存在。但剧本是另一层东西，剧本是你这个人还能走多远，还能看见什么，还能在哪一天忽然明白一件之前怎么都想不通的事，这些全写在剧本里。而剧本不在道具手里，在编剧手里。道具丢了，你去找道具；剧本还在，你去找编剧。你的编剧没有离开，他坐在监视器后面，看着你在现场蹲着不动。他没催你，他等你抬头，等你看向他的方向，等你开口问一句接下来呢？你什么时候问都行，现在也行。我写了这么长一段话，差不多该说一句你可能不太想承认但心里隐隐知道的事了。你之所以还在看这支视频，不是因为你对圣经故事感兴趣，也不是因为我讲的有多好，你还在看是因为你心里有个位置还没有死透。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凉透了，你可能跟朋友说过我已经不在乎了，你可能在某个周末下午瘫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就是那片枯骨平原，什么都结束了，连风吹过来都嫌无聊。但你点开了这支视频，你看到了现在快40分钟了，你没有划走。一个真正放弃了的人，不会花40分钟听一个陌生人讲3个关于清零的故事。一个真正死掉了的心，不会在某一句话飘过去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胸口被什么东西轻轻顶了一下。你心里那团火还在，罐子碎了，但火还在。你只是被灰蒙住了，被疲惫压住了，被我不配再期待什么这种想法盖住了，但它还在烧，你感觉得到，你现在就感觉得到。接下来我要带你做一件事，不长，大概10分钟，不是喊口号，也不是逼你说什么我宣告我相信。如果你不想说话，你可以不说，你只需要在这里就够了。我要跟你一起祷告，这个祷告不是表演给谁看的，也不需要你有任何准备。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就什么状态，躺着也好，蹲着也好，在公交车上戴着耳机也好，你不需要收拾好自己才来到他面前。记住约伯，他是碎着来的，
记住祭奠，它是空着来的；记住那片枯骨，他们是死着被叫活的。你唯一需要做的是留下来，把接下来这几分钟的时间交出去。上帝，我没有准备好一段漂亮的开场白给你，你大概也不需要。你见过约伯蹲在灰堆里的样子，你看过基甸缩在酒榨里的怂样，你盯着以西结站在枯骨中间张嘴的那张脸看了很久。你从来不挑剔来到你面前的人长什么样，那我也就这样来了，什么样就什么样。你看得到正在听这段话的每一个人，你看得到那个刚把纸箱封好还没来得及哭的人，胶带缠了3圈，手指头上有勒痕，搬东西的时候一直在笑，跟同事说没事都挺好，但车门一关上，引擎还没发动的那几秒钟，方向盘上的手是抖的。你看得到，你看得到那个打开招聘网站又关掉，关掉又打开的人，简历改了11版了，每一版都像在把自己的人生掰碎了重新编排，挑一种听起来最值钱的说法，投出去石沉大海，再投再沉，到后来连打开邮箱的动作都带着一种提前认输的麻木。你看得到，你看得到那个站在厨房里发呆的人，锅里水烧开了，蒸汽糊了一脸，但他忘了自己要煮什么，不是健忘，是脑子里正在处理太多东西了。账单、到期的租约，一条迟迟没有回复的消息，昨天体检报告上那个微微偏高的数字，水一直在响，他一直站着。你看得到，你甚至看得到那个此刻表面上最没事的人，上班正常上，饭照常吃，别人问起来都说挺好的，但每天夜里躺下去之后，会有那么一小段真空，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，黑暗贴上来，心跳忽然变得特别清晰。那一小段真空里藏着的东西，他没跟任何人讲过，但你听见了，你一直听得见。上帝，你允许我今天不替他们总结，我不想说他们都需要你这种话，太笼统了，笼统到接不住任何一个人具体的疼。我想一个一个的跟你说，那个被清零的人，那个忽然之间发现自己什么身份都没有了的人，他不是害怕重新开始，他是害怕重新开始之后又被推倒。第一次清零是老天爷动的手，如果第二次还来，他不确定自己还站不站得起来。他怕的不是摔，他怕的是自己在某一次摔倒之后，发现连爬的力气都不想再使了。你看着他，你能不能在他还没有力气爬的时候，先别催他，先坐在他旁边，就像你坐在约伯的灰堆旁边那35章一样，什么都不用说，只是在，让他知道他身边那个空着的位置上有人，那个被一样一样拿走东西的人，那个感觉自己的筹码越来越少，安全感像沙子一样从指缝漏掉的人。他不是不想信你，他是不知道信你长什么样子。他习惯了抓着东西才能安心，存款要到某个数字才睡得着，关系要听到一句确认的话才踏实。现在这些东西一个接一个的松了，他的手在半空中什么都抓不住，而你说摊开手心，他想照做，但手指头还在痉挛。你能不能一根手指头一根手指头的帮他松？不用快，慢慢来。他不是不愿意放，他是攥得太久了，手已经不太会张开了。还有那个觉得自己已经是枯骨的人，他不说话了，不是在跟谁赌气，是真的觉得说什么都没用了。他曾经试过开口，跟你说过，跟人说过，跟自己说过，说完之后什么都没变，他就不说了，关上了。他觉得自己那团火已经灭了，但你跟我说他没灭。你跟以西结说的也是这个意思，对着枯骨开口，因为你知道那些骨头还能听见，你知道他们还能站起来。你看见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现在有多冷，你看见的是他还能有多热。上帝，你能不能替他说一句话？他自己说不出来了，你替他说，在他心里那个已经关了灯的房间里，你替他点一下，不用多亮，一根火柴就够了。上帝，我也有些话是说给自己听的。我写这段话的时候，也不是站在高处往下看的，我也有我的纸箱，也有我的空罐子，也有我那片灰蒙蒙的中间地带。我也在很多个夜里张着嘴，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说。但今天我选择相信一件事，
删除键的后面不是句号。你删掉了约伯的一切，后来还给他的是双倍，但比双倍更重要的是，他亲眼看见了你。如果没有那场清零，他一辈子都只是听说过你。听说过和亲眼看见中间隔着一整片灰堆，他穿过了那片灰。你消掉了基甸手里的32000人，给他留了300个拿着空罐子的，但那300个空罐子碎开的时候，照亮了整座山谷。如果罐子一直完好无损，火永远出不来。碎是代价，光是结果。你把以西结丢在一片什么都死透了的山谷里，然后让他对着枯骨开口，他喊了，骨头站起来了。你用一个人的声音复活了一整片平原，声带震动的力量可以穿过死亡。这件事太疯了，但它发生了。你做事的方式一直很疯，你从灰烬里捡东西，你从空壳里放火，你从死地里叫名字。我相信你现在也在这么做。在每一个正在听这段话的人身上，你在做的事超过他们能看见的。他们看见的是废墟，你看见的是地基；他们看见的是空白页，你看见的是目录；他们看见的是一堆碎片，你看见的是重新排列之后的图案。上帝，我现在要做一件以西结做过的事，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信心，是因为你说你去说，我就去说。我要对着每一个正在听的人说，你的故事没有写完。你现在看到的那一页是空白的，但空白和结束不一样。空白是在等你的编剧把下一幕写上去。他没有搁笔，他在想一个你目前想不到的转折。你失去了那些东西，不是你，你的工位不是你，你的存款不是你，你的头衔不是你，那段结束了的关系不是你。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离开之后，还站在原地的那个人，那个才是你。而那个你比你以为的更耐烧。你今天不需要振作，不需要马上站起来拍拍土挤出一个笑容，你可以碎着待一会儿，碎着不丢人。约伯碎了之后遇见了上帝，基甸空了之后打赢了仗，枯骨躺了不知道多久之后站成了一支军队。碎掉、空掉、死掉，这些都不是句号，是逗号。后面的那句话还没到，但它在路上。还有最后一件事，哈巴谷说的那个然而，我要把它留给你。当你觉得什么都没了的时候，当你盘算了一圈，发现手里真的什么筹码都不剩的时候，当你在那段灰色的形容不出的中间地带里站着，什么方向都看不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一个词，就一个，然而。然而我还在呼吸，然而我还能听到这段话，然而我的心里有个地方在发烫，我说不出它是什么，但它没有灭。然而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完了的时候，我选择不签字，我选择不在这个地方画句号，我选择把手心翻过来摊开。你要放什么进来我不知道，你什么时候放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的手是张开的，这就够了。你不催我，我也不催你，但我的手摊开着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这支视频刚好碰到了你正在疼的那个位置，你不需要跟我说是哪个位置，你只需要在评论区写一个词，阿们。你会发现说出这2个字的人不止你一个，你会发现在这个评论区的某一行某一个角落里，有一个跟你素不相识的人，也在自己的清零时刻里摊开了手。你们不认识，但你们在同一片枯骨的山谷里一起开了口。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开始了。把这支视频分享给一个你觉得正在扛着的人，你不需要附加任何话，发过去就好。有时候一个人不需要你说什么，只需要知道有人想到了他。感谢你从头到尾看完了这40多分钟，你能留到最后，这件事本身就告诉我你的火还在。去吧，罐子碎了没关系，光出来了。